到底要怎么样来看之后的一个美中关系？其实美方呢，他们在现在很多事务上面，他们开始有所调整了。这里头这件事情真的需要调整。好，这是什么？这个现在被人家揭露了，原来已经10年了，你知道吗？好多机密啊都记错地方了。美军人员他们其实呢是有个 email。美军的电子 email， 他们结尾是什么？是 .mil，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都写成什么 .ml， 就少了这么一个 i。我跟你讲，差大了。原因是因为这一些电子邮件的，通通都寄到了俄罗斯在西非这里的盟友，叫做马利。那寄去那边之后呢，基本上不是马上转去那边，还好的是什么？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中间商，叫做俄罗斯这一边他们有个系统商，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那所以呢，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把他直接给拦下来，没有直接让他去马利这个国家。好，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商不做了，所以他只好赶快跑出来跟大家说。美国国防部啊，注意一下，你们有好多啊，什么个人的资料啊，或者是呢这一些日常的报告啊，通通都寄到了马利去了。好，现在呢，美国国防部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说了，真的很高阶的东西呢，他们是用另一个系统来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走失。好，就是这样，大家开始在问美军是不是螺丝松了？其实美军呢，最近他们开始有一些调整，包括什么？包括他们在防务的配置上头。中东呢，他们一直讲说不能让它真空啊，也因为最近中东真的跟中方这边走得稍微近一些，所以你看到了他们先前派了 F-16去之外，现在又要再加派 F-35，还有加派驱逐舰。好，希望的是来维护这个地方海域的安全。除此之外，在南海这边角力也不能落掉啊！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前防长 Esper 呢，他现在就直接的讲了，他说现状已经改变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也应该要改变。带您来看看。But the status quo, frankly, has changed, and Beijing has changed it. Less strategic ambiguity would send a better and more deterrent signal to Beijing. My view has been that China has been the aggressor here, not Taiwan and not the United States. 好，他就直接讲啦，说在现在不只是两岸，其实在整个区域上都在改变，真的在改变。因为你来看看中俄现在越走越近，特别呢在近期的军演，发现已经过往看到是东部战区，但是现在是北部战区，直接进到的是日本海。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呢，他们也超忙的。好，原因是因为这一些图你就看得出来了，这其实呢美日韩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开始呢全部动起来。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他当然。日本也是他的盟友啊，他不用稍微顾及一下吗？美日韩他们现在也在做军演啊，还有的是什么？是南边。好，原因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的航母雷根号呢去访问了印尼巴厘岛，同时呢旗下的3大轰炸机也开始展开了敏捷作战训练。那这一些事情要讲的是什么？要讲的就是在南海这里的角力了，因为中方也有动作，看到的是中方怪兽级的这个旗舰呢，他们也直接出现在仁爱礁，也就是过往中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说，菲律宾啊，你要不要把这艘船给拖走啊？你再不拖走，他们甚至还下过一个通牒时间呢。现在美国中方在南海这边开始都有动作了，也包括了习近平呢，先前他其实也就见了他们的这个前总统。好，那这边的角力难道不能好好的来注意关注一下吗？可是讲到了外交，大家开始在问中方外交最近好像都是王毅啊，因为他们连跟这个菲律宾前总统见面的时候，也都是王毅来代打啊。那秦刚呢？秦刚到底人在哪里？你看看接见杜特地的时候，是王毅在习近平的旁边，然后说呢，中非关系啊要重回正轨啊，等等等，但秦刚呢，就连布林肯他都有亲自的跟中方表达关切，说在见王毅的时候呢，有问秦刚呢好吗？记者也在问秦刚呢，来看看中方外交部最新回应。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update on 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 and when he will return to public duties, or why he's been out of the limelight for 3.5 weeks now? 这个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Financial Times again. The Times of London has reported that Qin Gang's disappearance is related to being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an affair with
Fu Xiaotian, a Phoenix TV reporter who recently gave birth in the U.S. 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that? 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Just some follow-up questions. Is Qin Gang currentl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建议你查阅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我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好，他有建议我们查阅中国外交部网站，我们真的有去查，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头，外交部长仍旧是秦刚，但是大家只是想知道，到底秦刚人呢？到底在哪里？一切都好吗？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美军啊？这个真的是糗大了，怎么会连网域记错这件事情都是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知道？早就知道了，因为玛丽她是委托荷兰帮他们负责经营管理这个网站，那因为合约快要满了，玛丽没有打算要跟荷兰继续续约了，所以荷兰准备要离开，要终止这个业务关系，所以这个事情才抖露出来。为什么？因为荷兰已经很多次的提醒美国说你们军方已经有的时候是几千次，有的时候是几万次把这些内容军事的内容不管是医疗的或者是一些军事行动的一些内容，甚至名字的这些内容都记错了，发到这个玛丽这个地方来。那只是因为它的里面的一个网址上面，那么 J 跟 M 没有分清楚，傻傻的分不清楚。那他已经多次的跟美国人提出通知了，美国的军方也知道，所以我才会说这太离谱了。美国的军方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些工作人员打字打了之后，就是错打了这个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按键的时候，你按快，那么有些按键就是会按错。但是理论上讲，你应该是再度的核查，尤其是这么重要的军事的资料，虽然它没有涉及到极机密了，因为一般来讲，机密等级以上，我们都知道分为县越嘛，秘、机密甚至极机密。你要到机密等级以上的是要经过审批，而且是经过专门的 IT 来发送，这个问题就不大。所以我估计应该是县越跟密等级的，没有到机密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新闻在写的时候都会写成机密反正这样比较好翻译嘛。可是严肃上的军事用语是分为等级，是分3等级，是很清楚的，所以没有涉及到重大的军事价值，但是还是有军事价值，这个太离谱了这个真的是相关的这些失职人员都应该要打屁股。我觉得美国的军纪应该要整顿一下了，不是撞船然后就是这个军纪败坏，就是吸毒，然后要不就是一直发生这种错误。要不就是白宫有白粉，然后竟然查不到，美国的，你这白粉到底是特勤人员吸的，还是白宫的工作人员吸的，还是国安会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吸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确实有这个白粉在这个白宫里面发生嘛，而且是在战情室不会很远的地方发生，这个几率已经换算到这个地步，然后最后还说查不出来，这个鬼才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塑胶袋塑胶是最容易生物资料指纹粘在上面的竟然会查不到，这个讲不过去。日本海的军演，我个人的推断，以后会成为一个常态也就是说。过去都是美国拉的日本在南海这个地方举行军演，对。然后在更早之前，美国跟日本已经习惯把日本海当成他们势力范围，没事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军演。那现在是由中国来主导，俄国参加的一个海上空军的联合军演，而且这次的蛮庞大的，是5艘战舰。都2艘导弹驱逐舰，2艘护卫舰，一艘这个补给舰都上去，所以代表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觉得可能美国、日本都要习惯了。还有一点，我觉得我对于美国的高官美国高官有个种习惯性是这样，在任的时候很谨慎，卸任以后就变成民粹主义者。因为您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前部长。他就是在任的时候谨慎，卸任以后民粹主义。为什么？他卸任以后，他认为说要走战略清晰，那他为什么不在任内的时候搞战略清晰？因为他知道不能搞。
第二个呢，卸任以后就主张要战略清晰，说这样子就能够对中国大陆产生威慑作用。威慑的目的是要让你怕，对，你被吓到了，所以你不敢动。那这样的话，主要是要避战。可是问题就在于，那如果不怕呢？一般来讲，怎么会怕呢？那就一定会战。所以你要避战，结果是一定会战。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主张是好吗？吴钊燮脑袋要有点清醒吧。来，请教黄老师怎么样看？这个美国的战舰啊，它最近在南海动作很多，而且包括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各位如果记得的话，就在前一阵子嘛，它这个雷根，我们讲这个到印尼的雷根号，它才到越南去啊，是，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这种远洋演训的这一种，包括军事外交的各式的这种综合的一个行动的目标。当然，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必须要让它舰上的官士兵都可以了解当地的水文啊、气候啊，然后要熟悉这些海域上的航行，而且它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偶尔要练习一下它的这个三军协同作战啦，以这个航母的打击群为主的啊，所以这个是美国它在这个南海或者是东南亚展现说，你中国大陆不要轻举妄动，我对我的盟邦或者是伙伴一直保有我的这个安全上保证的承诺，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军事动作，但是我目前更会解读它是一个外交的动作。那它这个也就是等于让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愿意跟美国打交道的国家，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越南、印尼，甚至还有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菲律宾，他们都会知道美国它不是嘴巴说的，它的航母它真的会过来，那这个航母过来的这个军事还有外交的意涵，当然这个不必多说，但是我觉得相对而言，你就看到我们刚刚赖老师讲，在日本海，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演习，说不定就是你在东南亚展示你的武力，我就在日本海展示我跟俄罗斯合作的军事的武力，大家要比就来比嘛，那这样的做法，我觉得这个只要是距离够远两军不要有太明显的接触，应该是还是都是可控的啦。所以我刚刚讲说，外交的这种意涵会大于军事的意涵。那另外，我想讲一下这个艾斯培艾斯培他确实是不只是希望说这个美国对台湾要战略清晰而且呢，他还在台湾的时候，今年嘛，他不是讲了说，哎呀，台湾应该兵役要延长，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讲2年，是不是啊？然后他还说男女都应该要当兵。他建议我们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建议，当然有他自己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他是说，你台湾要强化你自我防卫的意愿，我美国才可能考虑来那当然，他也说，不过你们不要忘记这个和缓的这个协商的关系也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国内有些媒体常常故意只听到前半部，你们要强化你自我防卫的意愿，但是艾斯培虽然说他现在好像是一个要战略清晰的一个前政治人物，但是至少他也告诉你不要忘记两岸的沟通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他当然有他自己一个很强的主见，但是至少他也很持平的讲了说，和平的协商还有自我防卫的力量，两个台湾都不应该偏废。所以艾斯培我觉得我们可以多一点关注，因为他目前看起来不只是跟军火商的关系不错，跟美国政界很多的关系不错，而且呢，他看起来还算年轻，他会持续在美国的政策界还会在有很多的一些影响力，还有相关的发言，值得台湾继续的注意。好，艾斯培确实他在去年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他是在讲说男女都要当兵，那结果后来我们就在年底的时候看到他们真的有调整，因为真的蔡英文就在那边讨论，要把兵期延长了。那请教一下郑春琪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因为他现在也在讲说呢，你看看我们就是应该要少一点战略模糊，才可以让北京感受到那个威慑的信号。因为黄教授是学者，他讲话都是比较理性我像我这种人，我一看到亚斯培的话，就怒从中来，就想三字经都想上去了。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你看现状已经改变了，而且这个北京改变，北京是侵略者。那我的世界刚好相反嘛。美国就说你反对这个改变这个台海的现状真正改变就是他嘛。那他每次可以颠倒过来，而且他先讲说我反对中国改变。
好像这个帽子一扣上去，改变海峡现状就是中国。那我们在台湾有时候看说，对啊，你看老共最近军机来军机就一大堆就在弄，那事实上这个都是老共被迫因应。那为什么要因应呢？源头当然是你美国人先惹事嘛。那这一部分不讲，而且重点是你还不是客观第三者，你美国是你当过前国防部长，你也是这个政策的执行者，是你们先故意改变现状，故意去惹怒老共，故意改变海峡两岸的关系，然后让事情能够争端，你才可以来卖军火，你可以来搞东搞西，那完成你们的布局。全世界内行都知道是你们在改变而且是片面改变现状。可是你看他可以脸不红气不转，讲的跟真的一样，这个文字出来，你看他想一个堂堂前国防部长讲话一定不会乱讲就是乱讲，就你很难想象他就敢这样公开的乱讲，而且说改变的不是我们美国也不是台湾，台湾当然有什么屁本事可以改变现状，讲粗一点，就是你美国嘛。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些人讲这种话，像刚刚这个黄教授，然后他后面有他的意图嘛。他今天下来，他要不就卖军火，当然希望有事抢棍，一下我逮鸡糖我嘴。那就回到像这个，我是觉得最近像这个日本韩那个演习两位都提到，其实不可轻忽了哈。他们已经是第2次跟俄国这样一个联合。那上次联合完的时候，还联合出巡，还走了7000公里，走到白令海峡去。这次会不会第3次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也是你美国在北方，在日本海，日本开始搞，韩国一直要围堵中国。那包括你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中国才跟俄国肩靠肩，背靠背，而且已经变成一个实质联合演习。他们这次这个北方联合2023的演习，刚刚大老师讲，一边出发5个，我还看到他们中国大陆这样启动了，还有那种yes这样子起航了，让那个场面浩大，还军乐嘣嘣嘣，然后5艘军舰都出去了，那也播说中美俄国这边也出动了他那边336就实际上很当一回事，而且是大张旗鼓，就是告诉对方。那我看 NGHK 赶快讲说，他们这个韩国、日本跟美国也在军演，事实上在那边呢这个战火已经慢慢在形成。谁在搞的？当然都是你美国人搞的嘛。所以我们台湾昧于现实，都不知道。你看大家已经在摩拳擦掌了。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美国人哎呀，真是无事生非道的专家了。好，其实在现在日本跟韩国今年呢，他们也再一次来参加北约这里的领导人峰会了。但是这个峰会结束之后，开始有一些人面临到一些问题了。他是谁？他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好，为什么会说他面临问题？因为他结束之后没有马上回家，他先去了一趟乌克兰，然后跟泽伦斯基站在一起。但是国内骂翻啦，因为他们国内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暴雨，而且现在呢说已经夺走了41条人命了。但是他当时却没有马上回国作证，一切当然大家就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啊！你看看，网友开始在说了，意大利人家梅洛尼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内发生了严重洪灾呢，他提早1天离开 G7 峰会，你还不说他是去基辅那个看泽伦斯基，这个是多出来的行程，人家去开 G7 的领导人峰会都可以提前1天离开了，因为在艰难时刻，他说他不能远离意大利。那尹锡悦呢？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再加上回到国内之后，他赶紧去看灾。又说错话了。好，来看看，当时呢，他是在首尔主持完会议之后，搭直升机去到他们的庆尚北道这里。这里在这一次的这个大雨过后呢，变成了土石流的一个重灾区，甚至还有老夫妇被活埋。尹锡悦到了现场之后，他讲什么？他说几百吨的巨石从山上滚下来，他活到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大家肯定吓坏了吧？大家开始在问，这个时候讲这个话合宜吗？这个时候喊好大的石头。合宜吗？是不是应该先安民心，先告诉大家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甚至也有韩国的公务员也被说了，去勘灾地下道，那个地下道呢，是因为水来得太急了，有好几台车在里头，有14人在这边丧命。笑出来了。
那大家就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演艺圈也同样有人呢，不太懂。Sign 呢，他发了一篇文说天气很完美，但是呢马上被炮轰。现在是什么时刻？你说这样的话，他赶紧删文，同时捐了250万台币来灭火，说要协助救灾。韩国现在的火烧起来，不是只有在政坛，经济上头也很严重。因为来看到的是中韩财长的这一次的一个会晤，特别就有提到4年来第一次面对面，韩方希望两方相互尊重。互惠，然后呢，可以在共同利益下继续来开展经济合作。好，原因是因为最近的数字确实啦，因为韩国在对入出口的这个部分呢，是已经从原本的第2名，连老2都当不成，一路掉到什么第5名了。好，出口跌这么多，当然就会造成他们整体的这个贸易额在往下降，整体的经济现在也不好。包括了韩国媒体就讲啦，你看看，我们跟着美国走，变成了最大的一个受害者，因为真的很难找到像是中国这样的市场，这是韩企所有韩企的共同苦恼，变成了美中半导体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更不用说过往 Samsung 它其实在大陆也有厂， SK 海力士在大陆也有厂。好，这一些之后还能够继续吗？他们在这边所生产的，当然很多都是希望就近就在这边直接卖到大陆去，之后还可以吗？他们就说了，到底要把自己跟他绑在一起吗？但是尹锡悦现在看起来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因为呢，他们现在跟美国召开了一个最新一次的核资商小组会议，说这就是贺阻北韩的一个新起点。首尔开始开会了之后呢，可能美国这边对他们有所承诺嘛，说核潜艇啊等等的会开到他们附近来保卫韩国的安全。只是所谓的安全有很多种，那在财务上面呢，在金融上面的安全，大家想问谁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政府又应该要叫谁来保护？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尹锡悦从当选韩国总统以后，他就改变了文在寅总统时代的两韩的缓和政策，也改变了他跟中国大陆的这种关系升温的这个政策啊。相反的，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越来越恶化，然后他完全倒向美国，他的整个政策有很大很大的转变。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当然我们也就看到了，中韩的贸易额就一直逐步的在下降。是这个对于韩国的企业来说，他们的忧心忡忡啊。三星现在在大陆卖不动，然后不只是半导体，不只是面板，不只是这个现代汽车，其实连韩国的一些化妆品、食品、商品，其实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卖不动。那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从 SAT 系统装上去开始，每况就愈下了。而以现在的尹锡悦完全倒向美国，然后跟中国大陆的这种关系越来越恶化的情形下，我倒觉得看不出有任何改善的一个迹象。好，这次尹锡悦，大家在问的是你为什么跑去北约开完峰会以后，你为什么要去乌克兰？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推断，我的推断是，拜登已经叫不动北约的其他的盟国。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这次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啊，其他的盟国的元首对于泽连斯基都冷待，就是不太理会他，而且避免跟他接触，把他当成瘟神一样。所以泽连斯基其实是相当的孤单啊，他不像过去一样被当英雄这样拥抱，而这次他相当的落寞。可是问题就是，他批评了美国，批评了英国，批评得很厉害。我们也看到了英国的防长也回嘴了，说我们不是亚马逊，让你予取予求。我们也看到苏利文也回嘴了，说你应该对我们心存感激啊，而不是这样骂来骂去。但是即使回嘴了，他也知道说泽连斯基这张口还是要把它刹住。要把它刹住怎么办呢？那北欧洲的国家已经叫不动，唯一能叫动的那就是亚洲的国家，尤其亚洲的国家的这一个韩国，他没有像日本一样已经表态追随美国，那么跟俄罗斯决裂了。是因为当初跟韩国要50发的这个炮弹的时候，韩国说我不能给你，我不能够去帮忙乌克兰，我只能够把炮弹给你美国，你美国怎么使用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因为韩国它
避免得罪俄国。俄国的态度就很简单，说你如果给他的话，那未来在朝鲜你会看到朝鲜使用的武器就是俄罗斯供应的武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尹锡悦已经被拜登绑上坦克了。绑上坦克以后，尹锡悦变成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即使他国内发生大灾难，即使人数已经大量的死亡，但是尹锡悦还是要完成拜登交付他的任务。所以韩国人才问你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你是韩国的总统还是拜登的跟随者？追随者，服从执行拜登命令的？我觉得这个对尹锡悦来说，他的民调现在跌到34、35，我觉得对尹锡悦来讲不理想。至于那个官员笑容满面的这个官员坦白说，就让我想起，应该是在2010年在菲律宾发生的阿基诺三世的事件的时候，应该是阿基诺三世是发生什么事？香港的人质事件，当时所有人说不能够攻坚，而他攻坚了，造成8个香港人死亡，阿基诺去看灾，去的时候笑容满面，我都觉得实在是有异曲同工啊。好，到底呢应该要怎么样来看韩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状况？因为尹锡悦自己面临了民调的新低，那同时呢，他们的国家很多人在说的是，我们面临的是我们的肚皮该怎么办？先进广告。好，广告之前我们讲到了尹锡悦，他自己现在面临了蛮多的课题，国内民生民心的课题之外，他其实还面临更大的就是经济课题。来，黄老师，韩国的经济问题啊，其实各位如果看从90年代这样一路看过来，其实它真的大起大落。1990年代的时候，其实所谓的亚洲4小龙，我们台湾排在南韩的前面啊，而且更不用讲说96、97金融风暴，南韩其实跌得很重，可是曾几何时，它大概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吧，逐渐就追上台湾，然后曾经还一度大大的超越台湾。可是现在，因为它必须要配合美国，譬如说制裁俄罗斯，或者说美国要它这个晶片的工业有些移到美国去啊等等的，所以韩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如果它必须要抛开中国大陆部分的比重的话，它在美国那边还不一定拿得回来，更不用讲说。这个韩国最近的这些所谓他们这个经济压力，其实远远大于在台湾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经济出口又逐渐陷入了衰退。那这个时候呢，韩国这个大起大落，我不知道他们会落多久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韩国的这个邱庆高，他的这个经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其实已经讲了好几次了，不是只有这一次的跟中国大陆的财政部长的会面才讲说我们要相互尊重，然后要相互互惠、共同利益的关注等等。他其实在今年的5月有一场这个中日韩3方的财长会议，这是他们疫情之后第一次财政部长他们见面。其实邱庆高讲的话一模一样，而且他还强调说，我们3个合作，这个是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他说我们3个加起来呢，在世界上这个 GDP 的比重超过20%，在亚太地区超过75%还是80%，所以我们3个一定要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财政部长或经济这一块，韩国的态度跟他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现在韩国在区域安全这个态度是跟着美国，然后与日本握手，但是对中国大陆呢就冷冷淡淡的。可是在经济上面，韩国还是一直强调我们要跟日本还有中国大陆一起啊。而且呢，这个韩国他们心里会怕什么呢？因为最近一直有个传说，说中国大陆要对韩国进口的货物加强检验。这个是在韩国的企业里面其实一直在流传的那韩国的官方是说，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迹象，可是呢，我们会严格的追踪，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韩国遇到中国大陆这样的制裁它，用这种加强关口查验的方式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影响到这个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所以这会对韩国的经济雪上加霜。所以中国大陆其实也很清楚啦，他知道韩国在经济上一时半刻是走不了的，所以
中国大陆也愿意在疫后，不只是中日韩3国的财长会议，那是5月，而且你看现在在7月，跟韩国的财政部长就经济方面的这个层面的交流又展开了对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利益是重叠的。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郑老师帮我们总结。这个尹锡悦啊，千里迢迢就跑到乌克兰去，他国内那个天灾后来变成人祸，就死了很多人。那内政这个没有处理好，他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而且他很得意讲，我是韩国首位第一个跑到这个乌克兰的，而且不止这样，他还带了他的夫人。你说拜登啦、马克龙啦，这个德国总理都没有带，他就带了去。不止这样啊，他还在那边送钱，这次送了1.5亿多的东西。那为什么他要干这个事情呢？那国内自己火烧屁股了，他在那边弄。其实严格讲，整个还是在顺从美国，在对于包围中国，他们很希望北约东扩能够把日本、韩国弄进去。他天天在做这个梦，在配合做这个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中韩这个是千年的关系。我们古人讲说，远亲不如近邻嘛。你跟中国这么近，你这个近邻。大家好来好往，和气生财，你来我往。你看过去就大家都发，是不是？可是你现在注意，美国是你的远亲吗？美国还不是你的亲，美国跟你一点都不亲。你看那个尹锡悦就是当人家的小狗，当人家的小弟，美国随时可以牺牲你。那你不要讲说你没有遵守远亲不如近邻，你还得罪近邻，你要跟近邻这个之间这个交恶，你老公没办法，只好你要配合美国脱钩，就开始个脱钩。所以他们在经济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困难。不止这样啊，北朝鲜最近也忽然间射飞弹，包括刚刚前面我们讲的说在日本海开始进行上的演习，全部都是把韩国牵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你做一个。好，要小带你来看到的是呢，在这几天，您可能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新闻，原因是因为他来了。这个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来到台湾，赖清德呢有跟他一起来见面，同时喊话说我们大家都爱安倍前首相。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打安倍牌呢？因为他甚至还讲说，其实台湾人都是很感激他的，请这个安倍昭惠呢接受台湾人的感激。最主要还是什么？还是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呢，现在在民进党里头常常听到，在新闻媒体上面已经变成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了。所以呢，过往你会看到他过世的时候呢，赖清德是以家属亲友身份去上香的，甚至蔡英文呢还亲自来到了日台交流协会这边来吊唁，然后来签名。现在是不是跟日本、跟美国友好，已经变成现在赖清德选举的一个竞选外交主轴？因为来看到，就连《华尔街日报》呢，现在都爆料了，说其实啊，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美国、日本一直在联防制定台湾的计划。也就是说呢，当真正两岸开战的时候，到底日本是不是就是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因为传出日本民间还是有些意见的，所以日本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承诺出兵哦，是非常谨慎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美国、日本跟我们的距离呢？在之后8月、9月的时候，很有可能赖清德就要过境美国了。布林肯呢，他就直接的讲说，基本上啦，这一些都符合一中政策，因为呢，过往副总统过境都是一样的方式啊，那赖清德来也不会有不一样，所以呢，他觉得北京没理由以过境为由来做挑衅的行为。但是大陆的外交部当然马上就讲啦，这个呢就是坚决反对台独分子分子呢来串美，所以呢，他们向美方严正交涉。到目前为止，这个美国的政策、美国的走向，到底跟赖清德、跟民进党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大家开始在观察。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过往
美国跟这个两岸美中台关系是会对我们大选有些影响的，而现在这一些作为，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美国是不是真的有把台湾放在心上。你现在沟通的是拜登政府，但是现在有可能选上的是谁？其实呢是川普。我们从民调来看啦，这个是美国的晨间咨询公司在6月27号所公布的最新民调。目前共和党呢虽然还没有笃定谁会出现，但是川普呢在他们党内民调最高，甚至跟拜登比起来，他还赢过拜登。所以呢就在讲了，是不是呢？基本上现在听川普的意见，可能对你来说会更贴近事实。川普他现在在接受福斯的访问的时候，他自己直接讲了两岸甚至是美中台关系他怎么看。他说其实呢，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他是总统，他不会让大家知道我要出兵防卫台湾还是不要，因为这个会让我在谈判的时候处于劣势。换句话说就是他不承诺嘛。好，那你会问啊，那台湾跟美国之间这几年半导体啊，包括我们台积电去美国等等，他的讲法是什么？他的讲法是这些都是台湾偷走我们的工作啊！因为呢，美国所有的半导体业的工作过往都是在美国生产的，为什么现在有90%的晶片是台湾做的？那就是他们偷走的。虽然呢，就连主持人都帮台湾讲话说基本上不是所有90的晶片，而是先进高阶晶片。但是在川普的嘴巴里头讲出来的，其实呢对台湾好像颇有怨言，甚至呢他还讲过，他说啦，基本上台湾人很聪明，台湾人拿走我们的事业，我们应该要阻止他，甚至要向台湾人收税，建议起贸易壁垒。好，这一连串的看下来，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距离之后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毕竟川普他曾经做过这么样一个举动，他曾经用麦克笔的笔尖说是台湾，然后整个椭圆形的办公桌说那个呢就是大陆，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比喻美中台三方他认为应该的比重关系。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之后我们的美中台关系策略呢？回过头来要请教的是郑老师，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赖清德直接的跟安倍召会喊话，说我们大家都感激都爱安倍前首相。我是觉得说这个，因为这个安倍死了之后啊，前阵他把那个回忆录被有人整理就出来，他其实提到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认为是他生命中非常得意的一个创举，他是搞了一个大的外交布局。那台湾人当然听得很爽啊，所以我们有事，日本人把我们当一回事。可是我真正的解读是这样：台湾本来不会有事，是日本希望我们出事。日本那我们出事的时候，他才可以搞事。台湾如果出事了，日本就会得利，刚好跟我们一般被认知的相反。而赖清德，你作为一个未来你要当台湾的领导人，你对于这个根本的性质你又弄不清楚没有？他们当然是就说日本人一定爱台湾啊，日本因为过去长期被日本统治，我们要哈日。国际之间是没有什么感情可以讲的。日本人是当然站在他们的立场嘛，他长期受制于中国跟美国，最好台湾出个事，特别是大陆如果跟台湾打起来，日本人才可以从中得利。所以呢，他无事都要生非去惹事，把台湾弄成有事，日本才可以有机会借机浑水摸鱼。所以我认为说，安倍根本就是害台。陷台湾于不义，可是我们台湾都把他认为说他是爱台，他是护台，他对我们多好。那对他老婆来，还不他死了跑去吊唁，对他老婆来在那边弄这弄，这个完全是障眼法。我想这个内行的都知道，实质上日本人就是要希望台湾出事，他们才好搞事。那这个你今天赖清德要把这个是非讲清楚，然后你到美国去，那一样，美国对台湾有任何真实的情感吗？川普讲那种话，我就要不要把话讲明白啊？留下暧昧。我如果承诺了说会做，就没有什么台湾讲那个是鬼话。他们对台湾，我这要问，有任何不要讲说情感哦，连利害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说呢？你看他就抱怨说台湾因为台积电弄了他的工作，这是鬼扯。我们长期做人家殖民地，我们长期提供廉价劳动力，提供很好的服务给美国人，给他们压榨。他还跟你讲说你抢他工作，颠倒是非。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还是我前面那个逻辑，美国人是完全不在乎，如果台湾跟中共发生了任何争端，台湾变成炮灰，台湾被毁了，他一点情感一点都不会在乎。那我还是要问同样的问题：你在台湾啊拥抱那个岸田的这个朝会，你要到美国去假借过境，要去跟美国人书城，
你这是一个台湾领导人面对台湾的前途，在对外外交关系上应有的布局吗？你是不是把我们自动去送死吗？你应该倒过来告诉台湾老百姓，我们处境非常非常的险恶。如果我当了领导人，一定要去跟他们争，讲清楚，不要随便害我们。你要拖我们下水，我们就给你惹个更大的。美国，如果你要白白的玩弄我们，我们也不会让你好看。你这个时候才有筹码。不要说你今天像个龟孙子一样，连个过境，老公的美金方都不要任何有官方的这个关系发生，两边这么搞爱来面弄来弄去，你一点身份一点地位都没有。我是觉得说台湾是蓝绿白，每个都是这个贼德性，对台湾自己真正的前途，在这种强权之下应有的处境，在强权之下如何找出台湾生存之道，完全昧于事实，而且怎么样制造混乱，陷台湾于死地。所以我说他这种要去出访啊，一点都不值得重视。是，那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呢？原因是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的赖清德已经讲了，他的承接的就是小英他所有的论调，那就是跟美国跟日本走近一点嘛。可是人家现在到底会不会真的这么挺你？当然不会。日本的民意调查有出来了也就是说日本的绝大部分的国民他们是反对介入台海的战事，反对出兵台湾，绝大部分的国民。美国也多次的从去年一直到今年，从去年他们就一直要日本承诺要出兵协防台湾，日本都没有同意这是《华尔街日报》所揭露出来的，这是有凭有据。那美国就设计就是说，那这样好了，你的军事基地供我使用那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就让我介入台海的战事，日本也没有同意。为什么？因为日本很清楚知道，如果他把他的军事基地借给美军使用，而美军如果真的介入台海的战事的话，那战争的源头打击一定是会发生的，也就是解放军一定会去攻打放在日本的本土的这些军事基地。而日本也看得很清楚，是美国已经把他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中的固定的基础设施、军事的设施都已经迁走一大半了。所以他放的是机动性的，不管是飞机或是船舰来的，到时候就可以溜了。如果一旦大陆攻打源头，而日本被迫应战的话，美军撤到第二线，日本变成跑到第一线。日本也很清楚知道美国人在玩这个把戏，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很负责任的说，到今天，明天我不晓得，明天有可能哪一些笨蛋的日本政客他上当了，中计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日本没有松口。好，那这样的情形下，安倍晋三讲的就是鬼话嘛？因为日本语言里面的有事就是战争，也就是台湾有事。但是安倍晋三讲的是2句而我们台湾的媒体故意拆一半，只剩1句。日本讲的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美国没有同意他有把它讲进去。就是2句，美国没有同意美国没有同意。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形下，我们都知道，后来岸田文雄上来了以后就改口了，就是台湾有事，已经不是日本有事，也不是美国有事，是全球有事。各位想想，全球有事所以不是日本的事因为美国没有同意，你怎么可以帮我说台湾有事就是我美国有事台湾两岸之间发生战争，我美国要介入战争了，我什么时候给你答应了？所以安倍晋三帮美国人说这句话，没有得到美国人的同意。我们也知道，安倍晋三那时候已经卸任首相了，他是以老百姓的身份来讲这句话，不是以日本的首相来讲这句话，而不是以日本首相来讲这句话的安倍晋三，军国主义者的后代。本身也是军国主义者，而赖清德却要对他感激莫名，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吉。不是首相的时候讲的，是卸任之后讲的话，而赖清德要对他感激莫名，还要去朝拜他，我深深不以为然。而且呢，军国主义者也好，安倍晋三也好，安倍晋三的所有的军国主义的自民党的团体，他们对于台湾的这块殖民地念念不忘我觉得赖清德已经把他的台独的本面貌表现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台独就是跟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挂得最深的嘛。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赖清德对安倍晋三这么高调的
来去吊唁，或者是对他太太来去这么高调的接待，其实赖清德还是有一句他讲不出口，也就是说他就是主张台独，他永远就是主张台独，只是他现在没有勇气说我就是台独的工作者，他现在已经没有勇气了，现在没有勇气，那以后还会有勇气吗？所以我们都觉得不要再骗了，够了。是来请教黄老师哈，原因是因为基本上呢，我们现在要看美国怎么样来对台湾，你还得看看明年选完之后谁当家嘞。川普现在有可能当家的哦，就目前的支持度来说，其实比拜登好，但是川普的说法跟拜登好像完全不一样。对，这个川普大家已经见识过他第一任总统任内的作为啊。如果各位稍微忘记一点的话，举其营营大者，他退出伊朗核协议。把他这些法国、德国这些欧盟盟国搞得乱七八糟的，因为伊朗好不容易在这个核协议下面勉强维持住他不会积极的发展核武的做法，结果川普不管，他说不好玩啊，这不公平，我们对伊朗太好了，他就退出了。更不用讲说他把这个 TPP， 就是美国本来是主导的一个太平洋区域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高阶的，他自己说，我领导是不是啊？我不玩了，我也走了。太多这种事情了，所以有些人说川普他的观点其实不是我们过去知道的共和党的观点了，他是一个糅合了民粹的、自私的，甚至一个这个政治上一个非常浅薄的一个观点的一个新型的共和党的观点。那这样的一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观点啊，基本上就是它比较不贴近现实，而是以川普自己认为他拨算盘，而且他都是从数字来看。他认为说这个钱赚的不够多，或者是我如果拿 A 没有换到 B 不划算，那我 A 就不要了。他是用一个交易型的在做他自己很多的这个决策，所以我们看到万一川普他就算官司缠身，但是呢他的这个民调逐渐的领先，目前他在共和党没有明显的对手，德桑提斯其实对他来讲，从民调数字来看啊，还不大。而且所谓的川粉这一块，他们是只要川普，其他人不要，只有川普才能代表他们心中的共和党。所以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我们看到川普过去很多的这些高官们啊，包括各位记得留个这个一撇小胡子的波顿，他也来过台湾嘛，是啊。他就说川普是一个决策非常鲁莽，从来而且不控制情绪，也不遵守纪律的一个总统。当然他是从国安顾问下来之后才这样讲的啊。然后呢，还有包括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他也是说他在这个内阁的讨论会里面啊，看到川普常常随性而为。甚至川普有时候回去，他真的在发推特是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他就发推特了。我记得书里面他在这个就是 TVBS 出版的一触即发里面的书就提到了嘛。他说这个他晚上回去推特一发说，我们美国应该要考虑是不是要从南韩撤离美国军队还有他的家属。他推特这样一发，你说别人看了之后会觉得美国要做什么决定？从朝鲜半岛撤军嘛，但是其实美国根本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可是总统的推特先发了，所以那些行政官员快昏倒了。所以这个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他会让他的第二任很难预测。但是各位不要觉得说我讲的很难预测是负面的，因为就是他的很难预测，而且超级的这种民粹又糅合他自己涉世未深的政治观点。他上任之后，他不一定会延续他的这个第一任对中国大陆这么严厉的哦。他也可能觉得，我跟他已经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应该换一招来做了。所以他的不可预测可能会让美国中国大陆关系变更好，但是当然也可能会变更坏。好。